大家好，我是优步。波罗蜜一般佛学词典翻译成为到彼岸，在字义上倒是没有错，但并不能表现其真正的法义。既然修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但是为何要离开此岸到彼岸去呢？所以说，这仅仅说明了一个概念而已。此概念是要告诉我们要离苦得乐。在梵文中是以娑婆世界作为此岸，因为它是苦的世界，其他佛的世界呢，则是乐的世界。所以说，离苦得乐是要出离娑婆之苦的此岸，到达佛界之乐的彼岸，这才是真正的到彼岸的意思。所以我们把波罗蜜解释为一种方法，六波罗蜜呢，则是6种方法。此6种方法可以使我们离苦而得乐。我们再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经题，在波罗蜜下为什么要加一个多字？其实这个多字在梵文的发音与中文的发音是相似的，但字的意思呢却是不相同的。而这个字的用法则是相同于英文复数名词后面所加的 s。所以心经的经题说明智慧的方法有很多，以心经来说，只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方法而已。因此我们讲6波罗蜜，一定要说6波罗蜜多。所谓6波罗蜜多法就是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那、般若。一般人会认为不对6波罗蜜应该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为什么把忍辱换成安忍，把禅定换成禅那，把智慧换成般若呢？其实能提出这个疑问非常好，说明你对佛法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往下听。我们为什么要来讨论并且提出这个课题呢？一般学佛的人常说勤修戒定慧，消灭贪嗔痴。这种说法不是对与不对，而是不完整。我们都晓得10恶业中的贪嗔痴只是其中的3种而已。若戒定慧只能消除贪嗔痴，那么另外7个恶业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把6波罗蜜做如此的诠释。6波罗蜜多法其实是戒定慧的化身。我这么说的用意何在呢？等我把这6个方法陆续的介绍完后，大家就知道它为何是戒定慧的化身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先谈布施的问题。一般学佛者首先想到的是布施功德。依波罗蜜法布施这2个字该怎么去认识呢？布是普遍的意思，而施呢则是给予。如果我们谈普遍的给予，就有布施的行为，这点比较容易把握。我们再说功德这2个字，功是一种力量，而德呢则是一种修养。我们把自己所具备的修养发挥出力量，即是布施功德。其实布施的本意简单的说，即是慈悲喜舍的舍。若不能舍，就会造成所谓的执着计较。布施的内容在经典上是以6波罗蜜而言，其中有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财布施在此我稍微的做一些解释。很多人认为所谓的财布施就是出钱，其实这个理解不正确。因为以钱财来布施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东西是钱财买不到的。所以真正谈财布施应该讲资生施。资是维持
维护的意思，生是生命之生，维护生命，帮助别人而去行舍的行为，这种行舍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色身，所以它是资生使。一般谈供养讲的是四世供养，即是四世供养关系到吃的、穿的、住的以及医药的。衣食可以肯定是维护色身的必需品。在我们吃饭穿衣之后呢，必须有工作，工作累了总该有休息和消除疲劳的地方，所以还要有住所。除了吃的、穿的、住的以外，人万一生病了怎么办？所以要有医药治疗。以上就是维护色身必备的条件。我们行布施在色身的维护上去帮助别人，总是不离于这4个条件。目前佛教界在布施观念上有一些偏差。布施往往就是告诉你去做功德、行供养。很多人误认为供养即是布施。其实刚刚我说过了，布是普遍性，施是给予，而供养与布施是不相同的。供养是单一的对象，常常是由下而上的行为，不一定是说供养三宝才叫做供养。例如我们供养父母、供养师长，这也是供养。我们能否把供养父母说成布施给父母呢？我想是不能这么说的。所以布施与供养是有差别的，但是其内容却是相同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的感情以及心性的表现有所不同。人的色身是必须要维护的，如果不能维护，假如我们一旦生病了、饿了、冷了，或者是太热了，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如果色身，也就是我们这个人完全没有休息的机会，也会倒下去。我们自己是如此，别人也是如此，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究竟该怎么做才不会让自己倒下去。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就像是哪个地方要盖庙了，或者哪间寺院要做什么，我们就去捐一点钱，误认为这就是布施。另外呢，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人世间有很多苦难的人需要给予布施。在布施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您是普遍性的给予，还是有所分别的给予？比如这个人是我的亲戚，那个人是我的朋友，这个人我认识，那个人我不认识，这个法师面相庄严，而那个法师面相不庄严，我们会不会升起这种分别心？在此我们要提出目前关于养老金给予的问题。不论你有没有钱只要您达到规定的年龄，并且参加工作，您就需要缴纳养老金。而这种行为是不是算是布施呢？我们说它不算是布施。为什么？因为布施是发自您内心所表现的情感，所以缴纳养老金不能叫做布施。佛法中所谈的布施是依自己能力所及去帮助人家，给予别人所需要的，那才叫做布施。这绝对不能有所勉强、有所规定或者有所要求。所以谈到布施强调无相布施。其实布施不只是无相，而且在布施之后要不做布施想。也就是说，在布施行为完成之后不要再执着曾经有所布施。这不只是无相的问题，连实际行为都不要去执着。施有舍的意思，这种舍是净舍，是清清净净的舍，一点都不保留。可是我同时要声明
所谓一点儿也不保留，不是说我身上有1000块钱，我1毛钱也不留着，全部拿去做布施。刚刚我说布施是尽个人的能力，发自内心的去做，毫不勉强。再说我们强调学佛是讲究不伤害别人，自己也不受到伤害。如果说学佛需要倾家荡产，毫不保留的行布施功德，而导致自己受冻挨饿，最后还要别人来布施给你，这也是不对的。所以资生施肯定是在衣食住医药这4种内涵之下行色身的维护。其次我们谈到法布施的问题。法的施舍不只是佛法，其实世间法也包含在内。譬如说我没有钱财，但我有技能有技术，我把技术和才能交给别人，这也叫做法布施。可是我们往往把法布施定位在只有弘扬佛法才叫做法布施，其实像我这种介绍佛法的行为只能叫做法供养，不能说是法布施。不晓得大家听了作何感想？为什么我跟大家介绍佛法叫做法供养？因为我不是释迦牟尼佛，我只是一个居士，或者说佛学爱好者，一个佛教的信徒。我把佛陀的道理方法介绍给大家，那不是我的东西，我凭什么把它当作布施的行为？所以只能说是法的供养。刚刚我说供养是下对上的行为，是有专一的对象，为何现在说是法的供养呢？别忘了前面所谈的是色身，现在我们讲的是法身，两者是不相同的。学佛要维护色身，并且培养法身。法身之成就是来自一些道理和方法的运用。佛法的目的是在帮助别人如何了生而后能脱死。所以佛教徒应该有一份虔诚的心，把自己学习佛陀的思想以及学习佛陀理念的心得很诚恳地介绍出来。他并不是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去给予别人。世间的法布施是以自己的技能去帮助教导别人，那才是布施的行为。就像老师教学生，师傅教徒弟，这不也是法的布施？可能你会怀疑老师有薪水，师傅教徒弟呢也会得到报酬，这怎么能算是布施呢？其实刚刚我说过了，有许多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拿薪水拿报酬是一回事儿，他真正教你与否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一定要混为一谈的话，那就是目前所谓的劳资纠纷了。劳方对资方说，没有我们，你的工厂就无法生产。资方说，我不拿本钱出来买机器设备，你们就没有工作。这其实是一种互为因果及利害的行为，既不是色身的维护，也非法身的培养，所以不能当作布施的行为。尤其是人，往往以恻隐怜悯的心去行布施，这不仅仅是有相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计较执着，所行既不清净。其实布施只有2种，一种是滋养色身，一种是培养法身。另外无畏施又是什么意思呢？无畏施是一种精神行为，强调行资生施或法布施时，你必须持恒久不变无所畏惧的心去做。所以我们谈布施只能说有2种行为以及一种精神。曾经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位佛教徒看见有人溺水在河中，他不顾自己并不会游泳的前提下，
就一跃跳入河中想去救人，结果可想而知，溺水的人没救上来不说，自己还差点没了命。幸好他们被擅长游泳的人给救了起来。旁边的人问他说：“你自己不会游泳，为什么要下水去救人呢？”他说：“布施不是讲无畏吗？”其实这件事情值得我们作为借鉴我们不要误会了无畏布施的意思我们不要把自己愚痴的行为归咎于佛法。要知道，布施是指色身的维护以及法身的培养，从这两个方面以具足恒久不变、无所畏惧的精神去做，才是布施的真谛。有很多人学佛之前还挺正常的，学佛之后整个人脑子瓦特掉了。看到有人偷东西，不去制止；看到有人受欺负，不去帮忙；看到有人摔倒了，不去扶。他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因果，自己不能去干预。有这种想法的人我劝你不要学佛了。出门千万别说自己是佛教徒，但往往越是这种人，越说自己是学佛的，这其实很悲哀呀。因为你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和道德都做不到，一个公民的基本义务都做不到，就不要再来侮辱佛教了。其次我们再谈持戒，究竟戒是什么？怎么去持？我们把戒解释为不犯，就是不去侵犯，即是持戒。侵犯就会造成伤害，不是伤害别人呢，就是伤害自己。如果你能做到不侵犯，那么你就能持戒。在家学佛的人从皈依三宝之后就要慢慢的学戒了。基本上有5个戒等待着我们去学。第一个是不杀生。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不杀生就是吃素，那么吃素是不是就等于学佛了？很多人认为我是吃素的，所以我就是学佛的，而你呢是吃肉的，我是吃素的，所以你的学佛造诣肯定没有我高。其实我们要知道，吃素以后你就不会有别的杀生行为了吗？我们要晓得当我们的两脚往地上一站，或是你走路时，你跑跳时，你知道地上有多少生命丧失了吗？你说你有没有杀生？比如说蚊子咬人，我们看见蚊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赶走。可是如果你是在睡觉，在迷迷糊糊中蚊子咬了你，然后你凭你的自然反应，你把手伸过去将蚊子拍死了，那这是不是杀生？这很值得我们深入的思考一下。我们要了解不杀生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不杀生是要我们培养慈悲心。佛菩萨讲究慈悲为怀，而杀生呢是一种残忍的行为。不杀生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吃素，不是说不可以吃鸡鸭鱼肉。佛菩萨慈悲为怀，不管任何生命，无论有情无情甚至非情，都需要维护，要用仁慈悲悯的心去面对，不要去伤害杀死他们。所以戒是不侵犯或不造成伤害。第二戒是不偷盗，也就是说不抢或不偷人家的财物，也就是不侵犯人家。而第三戒呢，以在家5戒而言是不邪淫。男女之间夫妻的正常关系是允许的。邪是不正当的意思，而夫妻呢是名正言顺的一种伦理关系，我们为何要反对它呢？所谓不邪淫，是不可以有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发生。如果发生即是邪淫，就会造成侵犯。这条戒律讲得深入一些，如果夫妻关系过分或者超越正常行为，
都叫做邪淫，因为邪是不正当，淫是多的意思，在不正当又过分的情形下都是邪淫。所以在家学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不要误解了不邪淫，因而造成夫妻失和，家庭出现问题。在此我要提醒各位，即使受过在家菩萨戒，而且还必须受过八关斋戒法，也只是告诉你，1个月只要8天，像出家人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您受过菩萨戒，1个月只要有8天时间，像出家人一样过日子，您的菩萨戒就很完美了。所以很多人不能把握戒律的要求，错误的理解戒法，往往会造成很多家庭障碍以及个人的烦恼。我们再看第4戒，不妄语。不妄语是不能以不实在的言语去欺骗人家，伤害人家。如果话虽不实在，可是能帮助他人化解问题，是可以方便的。所以有人受了5戒以后问我，说小孩子喜欢吵闹，我讲一些不真实的话，用来告诫小孩，这算不算妄语？我跟他讲，你先告诉我，你是为他好，还是为了让他变坏？他说，当然是为他好那么既然是为他好，那么就可以方便。这种妄语叫做方便妄语。这种方便有个大前提，其结果必须是饶益性的才可以，绝不可利用这种方便而造成伤害，这是必须要把握的。那么什么是饶益？饶益这个词很多人都没有听过。饶益这个词语是佛家的用语，饶益是指你布施给他人，让他人能够获得利益或者好处的一种布施的形态，是佛法修行的一种体现。当我们发心布施的时候若是能够有一颗真诚的心，一副慈悲心肠来面对娑婆世界的一切有情众生，这样做就能够饶益很多的众生。饶益众生本身就是在修行佛法。我们在皈依三宝以后尤其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不能做祸害众生的事情，连这个念头都不要有。即使我们现在做不到，那我们以后也要尽力去做。这件事是一定要做到的，不能存在半点的侥幸心理，这才是修行佛家的正法，并且要把这个正法一直坚持的修行下去。佛法的本身或者说是佛法一开始的初心，就是用来饶益众生的。如果说你修行佛法，但是你伤害众生，或者说你的修行让别人感到苦恼，那么你的修行就已经违背了佛法最原始的初衷。有人说，我在家修行佛法，但是家人会觉得不习惯，这样算是让众生感到苦恼吗？其实这当然是算的，因为即使是自己的家人，你也不应该因为修行而打扰到他们的正常生活，让他们感受到困惑和苦恼才对。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修行和念佛打扰到家人的正常生活。修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饶益众生吗？你应该做到让家人满意，让他们感到开心快乐，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的目的，才是真正的饶益众生的修行。这样才是佛法真实的修行办法。如果你为了修行抛家舍业，把自己一个人关进了佛堂里，什么都不管，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做只能让家人产生烦恼，让他们看到你就产生痛苦，这样就违背了佛法修行的原则，这样就是恼害了众生。有的家庭家里的先生或者太太学佛，弄得整个家里面乌烟瘴气的，没有个家的样子，
人呢也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整个家里都没有欢乐的气氛，家庭也不和睦了。这样子的修行，这样子的念佛是没有任何的功德的，因为你违背了佛法。佛法的本意是要饶益众生的，而你这样子的修行是在修行邪法，而不是佛家的正法。这样子的念佛不能获得最终的解脱，更别说是往生成佛了。那么应该怎么做，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佛法呢？首先我们要把家里面照顾好，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做到让整个家里都是开心的，都是和睦的，让整个家庭的气氛都欢快起来，这才是信佛，这样才算是学佛，这样才算是修行真正的佛法。如果我们学佛是家里家外都在恼害众生，虽然表面上也在学佛，也在念经，也会去做布施，也会在做功德，但是这些都是表面上的，而实际上呢，你已经违背了佛法修行的原则，你已经脱离了正法，这样的修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改变不了你的习气，你没有改变你生活中的那些烦恼，这样的修行只是徒劳的。别说死后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了，就连想要得到诸天神佛的庇佑，都会成为一种奢望。现在有一些修行了很多年的在家居士，虽然他念佛念了很多年，也修行了很多年，但是呢，他没有一点点的进步，烦恼依旧，他的个性还是那么的顽固，他还是那么多的恶行，越学越糊涂，越学越痛苦，身体上不但不会变得更好，反而会觉得越学习越累，工作呢也会变得不顺心，家庭也是纷争不断。那么你说这样子的学佛有什么用呢？如果你不想着改变你自己，那么你学习佛法有什么用？它不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它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它如果不能给你带来实际性的益处，那么这种修行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一种累赘。想要去改变别人的生活首先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自己的心态转变了，生活中的一切就都改变了。在学佛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自己错误的行为，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放平了，一切就会变得看起来那么顺眼了。生活中的一切违缘和不顺心的事情就都不会出现了。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放正了，一切就都会变得一帆风顺了。学佛就是要这么学，修行也就是要这么修。如果我们盲目的修，无脑的修行，这样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还会通过学习佛法，从而再造新的业。所以说，佛法学习的目的不是用来恼害众生的，只有饶益众生才是修行佛法的最初目的。如果你学习佛法还伤害众生，恼害众生，那么你就违背了学习佛法的目的，一点点也不能伤害众生，连这个念头也不要升起。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会很难，但是万事开头难，只要你能坚持下去，认真去做，认真的去修行佛法，慢慢的等你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佛法呢会给你的生活带来诸多的益处。其次我们再说一下饮酒的问题。
很多人说啊，酒是五谷杂粮做的，都是素食的，为什么不能喝？其实啊，这个问题在于，酒喝多了会丧失智慧，丧失灵明，还会做出许多有关杀、盗、淫、妄语等违反戒律的事情。所以饮酒啊，也叫做遮戒，因为它会遮盖你的智慧，遮掩你的灵明。灵明啊，我们可以解释为神灵、神明、护法神或者是心灵，一种明洁无杂念的思想境界，也可以理解为良知，也就是心的作用。如果我们的灵明被遮掩、被遮盖，则使我们会违反许多的戒法，这才是不饮酒的戒律。有人问我，如果受过戒的人手拿着酒器500年，会不会没有手？问我这是否有这种事情、这种说法？那么我就要先问他了，你拿酒器你要干什么？如果你是个调酒师，那么你必然会拿着许多的酒器，难道将来500年都会没有手吗？所以啊，不能这样去解释。在家学佛啊，千万不要去学出家人的戒律。出家人的戒律啊非常严谨，要求非常多。饮酒戒啊是告诉我们，喝酒会使你丧失智慧，丧失灵明，破坏前面所提的杀、盗、淫、妄语等戒法，这才是它的意义。持戒的持是恒久保持的意思，不管是人或事物，恒久不去侵犯即是持戒。其次啊，我们再来谈一下安忍。视频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叫安忍而不是忍辱？因为啊，一般常说的忍辱啊，正确的说法啊是忍波罗蜜。其实把忍波罗蜜说成忍辱是不对的，因为忍波罗蜜的目的啊，是当你行忍的时候，能把问题化解，并且使身心得安，而不是单单的忍受屈辱。若是翻译成忍辱，难道当人家侮辱你的时候，你就行忍辱？当别人不侮辱你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忍了吗？所以这个翻译和解释啊，也未免太过于狭隘了。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自己烦恼升起的时候，内心杂乱不安，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先行忍，我们要忍下心中的不安，然后呢，再去面对烦恼。其目的呢，是化解问题，使自己恢复安静的身心。这种忍才叫做安忍。自无始以来啊，我们造作了太多的业，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啊，就必须承受苦乐的果报。真正的安忍啊，不仅能善报要安忍，恶报啊也要安忍。面对善的果报啊，人人都愿意去接受，而面对恶的果报呢，人们却很不愿意去承担。所以啊，俗语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忍呢，那是很痛苦的事情，甚至啊，可能连性命都不保。但是这种忍不叫做安忍。学佛者为什么要忍？因为啊，人生有生老病死之苦，不管是2苦、4苦、8苦，甚至是无量苦，都需要我们去承受。即使勉强接受了，心中还是不安。所以啊，这种忍不叫做忍波罗蜜。并不是说我能接受现状，我能忍受痛苦，即使再艰难再痛苦，我也能咬牙忍住。这种忍不叫做忍波罗蜜。真正的忍波罗蜜不是让你咬牙挺住，大家要记住啊，这个重点不在于你咬牙的力度以及你坚持的时间。因为忍波罗蜜啊，是忍了之后必须能够化解问题，使问题不存在，
而得到心境上的安详稳定，才叫做忍。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懂啊？忍不是最终的目的，忍了之后必须能够化解问题，使问题不存在，得到心境上的安详稳定，才叫做忍。就像忏悔一样，不是说我们在佛前拜忏，把错误说出来就完事儿了，我们就没有罪了。这只是忏其前愆，而忏其前愆的最终目的啊，是为了悔其后过，也就是说让以后的过错不再产生。这个重点啊是不二过。如果大家想了解如何忏悔，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视频，忏其前愆不复起，悔其后过永断除。我再举个例子帮助大家理解啊。有人说佛教徒应该在别人打你右脸时，你再把左脸伸过去让他打，这表示一种忍的精神。在我看来啊，这不是忍的精神，而是忍的神经了。这个问题的重点啊，不是别人打右脸，我们把左脸也伸给他，以表达自己承受力有多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啊，我们是否就此解决了问题，还是会越来越严重？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懂啊？因为这中间有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就是说别人为什么要打你？我们要搞明白这个。如果你连别人为什么要打你这个问题你都不去想，而是考虑他打我右脸，我在伸左脸，这看起来好像是在行忍，但这不叫做忍。佛法呀，是会增加我们的智慧的，并不是说我学佛了，什么都空了，什么都不想了，啥都不过脑子了。我们要知道啊，手指指月，指非月。除此以外啊，我们还要知道色身的维护啊，以及法身的培养啊，也需要行忍。比如说某些东西你不喜欢吃，或者吃不习惯，假如你不吃就得挨饿，但为了维护色身而不得不吃，这就是一种安忍的行为。再说了，法身的培养是学佛的大前提，比如烦恼来了，我们如何去承受，并且不会因为烦恼而再去造业，这反而是安忍。使烦恼化解，事实上是很难很苦的事情，所以啊，需要忍波罗蜜来帮助我们。佛法呀，就是告诉我们用安忍的方法，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业的因果感报之中不断往前走。色身的维护啊比较好忍，而法身的培养啊却是很难的，因为法身是从业中去突破而得到的，或者是说成佛成菩萨，那么就必须转凡入圣，转业成道。人的业啊要清净，无明啊要明了，烦恼啊也要突破。这中间啊有多少需要我们去行忍？所以啊，学佛刚开始发起一份道心，难免会遇到一些障碍。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佛法啊告诉我们要去行忍，如果忍不下，就把它当作一种磨练或者考验。不论磨练或考验，都是忍的行为，因为人难免以自我意识去面对问题，很难以安稳祥和的心态去面对问题。也可以说，面对问题时是我们最沉不住气的时刻。所以除了布施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功德，饶益众生以外，其实行安忍
也可以扰益功德。为什么？因为能忍，不仅可以不伤害别人，也可以使自己不受到伤害。如果说行忍时我不伤害别人，自己却受到了伤害，那就是把忍上面的这个安字给舍弃了，这是不对的。我刚刚说过了，安是安详安稳的去做，只要我们能把握住自己的意识，那行忍波罗蜜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我们接着讲精进。精啊是选择最好的，进呢则是往前面走，也就是说选择最好的往前面推进，不停滞不后退，就是精进。有一句话说叫道如逆水行舟，也就是说修行半道啊，好像船逆着水行走，要不断的往前滑，一旦停下来便会被水冲退。精进啊就是这种意思，选择最好的道理方法，而且能帮助你提升修养，增上境界，那才是精进，并不是说3天打鱼10天晒网。有些道友啊，一发起道心，几乎饭可以不吃，什么都放下，好好用功，甚至累倒了病了都不休息。尤其有些佛友或者是受了戒的居士，常常有这种现象，每天忙着赶场，跑完这个寺院跑那个寺院，除了家庭或职业工作上的事务以外，自己呀还安排了一些学佛的功课，每天忙得团团转，这能不能叫做精进？似乎啊看起来它有精进的样子，可是它不能叫做精进，因为精进啊必须选择最好的，必须能提升修养，增上境界。比如有人喜欢打麻将，连打了3天3夜，这算不算精进？所以啊，我们要把握精进的实意，选择最好的行为，才能够提升您的修养，增上您的境界。尤其是不要以赶场的方式去修行办道。道心发起很容易啊，但是要维持长久才是最可贵的。我们都听说过这句话，叫做细水才能长流。若是山洪爆发，虽然来得猛，但是去得也快。所以说精进啊，必须以正念善行为前提，这才是正当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讲禅波罗蜜。禅波罗蜜啊，即是禅那，从三昧、三摩地、舍摩他到毗婆舍那、三摩波提，皆是禅那的范围。圆觉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在道的修养，如果能行禅波罗蜜，就能运用思想，还能发挥智慧。所以我们对禅做这样的诠释，禅呢是一种思想的激荡，是一种潜能的表现，所展现的结果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潜力的极致发挥。禅那与禅定不同，谈到定，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把腿一盘，两手一捧，眼睛一闭，坐在那里不动就是不乱，就是入定了。其实啊，你入了什么定呢？入了不乱定。那您乱了什么呢？甚至于还有人把修禅定当成一种奇妙玄幻的修养方法，比如说入定之后头上会冒金光，灵魂啊可以出窍，认为如此他的禅定功夫啊就很高了。其实啊，这不叫做禅定。如果坐在那里不动就叫做定的话，我们看看土地公，包括庙里面的神明，他们摆在那里动也不动，好像是都入定了。其实啊，那不叫做定。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不乱，要在会乱的时刻你能做到不乱，那
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儒家说泰山崩于前而目不顺，要有相当的修养才能做到不乱。佛法说淡定是讲不乱，它是告诉您为什么会乱，在这种乱的时刻有什么道理和方法能够帮助你做到不乱，那才叫做修定。这并非修禅，因为禅是要运用思想发挥智慧的。很多人把禅放在一种很玄妙深奥的意境里。目前佛教界某些禅师们总是会讲一些古古怪怪的话，认为那就是禅机。比如说宝就是恶，恶就是宝，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那么究竟他在说什么呢？其实谁都听不懂。其实禅是可以讨论、可以研究、修养的，有如抽丝剥茧、丝丝入扣，它有道理、方法可循。所以从三摩地直到禅那，都是禅的范围。六波罗蜜法中最后一个是般若波罗蜜。般若翻译为中文是智慧的慧。可是有许多的人把般若当成智慧这个连贯词了，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因为智与慧在梵文中是分立的。智在梵文中叫舍那，是知识、经验。事实上，知识、经验就是一种智，而般若呢，则是慧，是把总和的知识以及经验表现出来，发挥成为一种力量，而结果呢，是有普遍扰异性的，那就是慧。所以般若和智慧不能同时混为一谈。我们看心经的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刻，能行观于自在。这种修行觉悟的人必须于般若之行，要深入的去做，而后面一连串的道理就很容易相应了。那么为什么把般若说成是慧呢？为什么说运用累积的知识经验把它发挥成为力量呢？因为我们还要知道慧是依据自己具备的知识经验所表现出来的力。你的知识经验越少，你所表现的慧力就越薄弱，而你的知识经验越丰富，则你表现的慧力就越多。你的知识经验越精炼，你所表现出来的慧就越圆满。这里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知识，人人都有经验，只是多与少的差别。因此各自所表现的慧就有高有低。而以慧而言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圆慧。这个圆慧就是圆满的智慧，像释迦牟尼佛的慧就是圆满的智慧。依舍那而言他的知识经验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所以当然他所展现的慧就能圆满无碍。所以学佛者修行所得的结果也因此有许多的差别。比如说以声闻乘来讲，除了三相一果，甚至还要从27贤位开始，这里面都是智与慧完成的结果。而要达到菩萨的境界也有10个层次。从初地到4地是变化位，从5地到7地是提升位，从8地到10地是等觉，相当于佛的境界，是增上的境界。这是因为慧的表现不同，最后
还要达到佛陀的境界，才是圆满智慧的境界。六波罗蜜法呀，是6种方法。那么究竟有什么用呢？以布施波罗蜜来讲，维护色身，培养法身，不仅对自己有益，还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再说安忍，因人处在人与事的现实环境中，总有许多让我们难以承受的。那么如何能很祥和安稳地去面对，并且能够化解问题呢？我们就必须要能行忍。再说人难免会犯错，难免会造成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行为，所以需要我们有戒律来约束和规范我们的行为。无论布施也好，安忍也好，持戒也好，在面对人与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要选择好自己的方法，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修养，增上自己的境界，那就需要精进波罗蜜。为什么呢？因为一不小心我们就会放逸，就会懈怠。然而我们具足这些并不够，还需要运用思想，发挥智慧，使我们不管是行忍、布施、持戒、精进，知道所做的是否已达到某一种境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正当的，是不是有所偏差。所以需要禅那波罗蜜来帮助我们。但此刻难免还会有自我意识，所表现的也不一定圆满，所以还需要有慧，也就是般若波罗蜜。由此可知六波罗蜜法确实是戒定慧的化身。所以我们要行菩萨法，修菩萨道，就必须从六波罗蜜法去着手，去实践，并以之为依归，才能有圆满的结果。很荣幸我今天有机会可以很简单的来介绍六波罗蜜法。谢谢大家，我是优步。